What's up, guys？ 想知道怎么样不用花20万呢，就可以组一套2机6镜、功能全面而且交换齐全的 Canon RF 系统？现在我们就用这支影片为您揭晓。这次呢，我们会访问使用 Canon 系统多年的资深摄影爱好者方爸爸。那我们来一起看看怎么样用非常便宜的预算就可以汇集 Canon RF 最划算的镜头，以及非常强劲的 R6 机身来组合，足以应对你的日常生活的各种拍摄以及旅游需求哦。对于打鸟这样的艰难任务呢，也能够完美应对呢。EOS R 系列的哪一种机身？一升 Canon R6，还有 R6 Mark II。R6 有防手震，拍起来比较清晰。R6 跟 R6 Mark II 两台机身都有防手震，低光源、比较暗的环境也能够防手震，比较不会模糊，影像会比较锐利清晰一点，不会模糊掉。连拍都是很多张啊，很快速啊，对焦也很快。R6 Mark II 自动对焦，动物也好，人物也好，鸟类也好，它会自动分辨，自动去追焦。目标识别它会自动识别。R6是要拍人物的话，要调到人像的那个对焦，自动对焦，眼睛检测识别，自动对焦。鸟类的话要拨到鸟类那个检测识别。操作大同小异啊，它的按键都差不多了。R6 Mark II 它有一个开关，一个是录影，一个是一般拍照，两种在切换它的模式，录影还是拍照，两种可以切换。像 R6 改的那个开机按键在右边比较方便，就可以单手开机。对，R6它要拍视频还是一般拍照，切换比较方便。那这两台 EOS R6 跟 R6 Mark II 这两台都配什么镜头？镜头有15到30 mm 超广角镜头，还有35 mm 定焦镜头，还有100到400超望远镜头。可以用2倍镜的话，可以增距到800，200到800。拍鸟类的话很方便，在光线好的话，对焦也是蛮快，800 mm 拍鸟类是可以手持，还有防手震，拍鸟类很方便，轻便，机动性很好，不要用脚架，就是手持的话，拍鸟类移动鸟类眼睛识别也是蛮方便的。还有一个镜头就是24到240 mm 这颗旅行镜头，好像从24 mm 到240 mm 一镜可以玩到底啊！那旅行镜很方便的，这变焦24 mm 到240 mm 旅游镜变焦，一镜左天下，100、200、300、400变焦。2倍镜的话就可以到800 mm， 光纤到16，800 mm 到16，很轻便啊，手持很轻便啊，手持可以拿得很稳啊，它很轻便啊，不会太重。还要拍梅花的话，就是用100L 镜2.8的拍花卉，那个1:1的放大比例哦，拍梅花很方便。我现在换成 RF 镜头，我觉得这两个系统有什么镜头上有什么明显不同？它那个对焦距离更近，譬如说35 mm 的话，对焦差不多是35，一半就是20左右。它那个最近的对焦距离更近，让 RF 镜头对焦距离更近，放大倍率更好。像35 mm 1.8，它的放大比例就是1:2，
有0.5的放大比例哦，跟那个 EF 镜头不一样，它更近，它放大比例就是更大，1:5，也就是1:2啦，1:2就是0.5的放大比例，接近1的一半。35mm 就拍人像啊，拍人像更方便，比50mm 1.4更贴近，在室内狭窄空间可以贴近人像再拍，不要退得很远的距离。35mm 光圈1.8开机啊，轻便的很小。35mm 光圈1.8 1:2 0.5，遮光罩在里面，装个遮光罩它没有凸出来。那这个对焦快吗？很快啊，对焦很快啊，对焦有声音，对焦声音。50mm 1.4的光圈要退远一点，虽然它那个1.4这个模糊的比较大，就是背景细化更大，但是要退比较远一点，所以35mm反而更好拍。在室内拍人像非常方便，大光圈到1.8，暗的环境也蛮好对焦的。一般出去都会带几支镜头还是全部？一般带2、3支就够了。像到阿里山那边拍枫叶的话，有100到400就很方便了。到400mm可以望远拍枫叶，还有拍荷花，100到400非常好拍。其他要拍山景的话，24到240mm这个旅游镜啊，很方便操作。超广角还是望远到240mm。望远也是蛮好拍的。15、30在室内拍会很方便。15mm就超广角，30mm就是一般人像镜，在室内拍人物照非常方便。还有自拍的话，15mm到30mm自拍可以贴很近，在近拍很好观看那个比例大小人物。要拍大拍小很方便观察，非常方便。室内拍自拍，或者是在室外拍山景，要拍人像进去自拍，或者是露营，都很好拍自拍，自己一个人露营。这样触控一下就可以拍了。像这样我现在拍，就拍了，触控。脸孔对焦，室内用触控很方便啊，翻转屏幕啊。自拍的话，翻转一下就可以这样看到自己，可以看到荧幕上成像怎样是不是有那个对焦到那个眼睛检测，可以观察人物大小它需要退后一点，拍小一点，还需要贴近一点，半身。用那个遥控器对焦拍摄，很方便了。那 RF 镜头上面都有镜头控制完，通常都会把它设定成什么功能？控制完我都是控制在 ISO 方面 ，ISO 要就是复合啊，就是半按快门再操作那个光圈这样它就可以调出 ISO 感光度。ISO 可以调多少感光度，或者自动也可以，自动 ISO 感光度自动，或者手调也蛮方便的。比以前用 EF 来的轻便吗？更轻便，镜头更轻便，拍照方面成功比例更高，尤其加上2个机身都有防手震如果是要换机身不同视角。2个机身轮流切换，轮流来使用，蛮方便的。那个C1啦就是 C1、C2、C3 我就是调拍鸟类的那个收光圈那个鸟类眼睛对焦检测
拍人像的话就转到 C2 快速键 C2。如果是要拍大光圈的1.4的，要细化背景，用C1来切换到C1，就很快一条拍大光圈的细化背景。这3个可以快速来操作变换。那如果出门只能带2支镜头，会带哪2支？镜头的话，基本上24到240旅游镜，出门拍照这支最方便的，一定要拿出去。如果要拍荷花、拍枫叶，就是100到400望远镜头。如果是要自拍的话，就15到30自拍很方便，自拍露营啊，或者是自拍那个留影也是蛮方便。毕竟要拍蓝天白云，要用 CPL， 就加上偏光镜 CPL 偏光镜来拍蓝天会更蓝。蓝天这个山景更漂亮。闪光灯自拍的话要闪光灯补光，这白天也是要用闪光灯补光，脸孔比较明亮。用单点对焦，让脸孔清晰一点。打光补光背景用15到30 mm， 虽然它光圈不大，但是有黄手震的话也可以。那个调 ISO 感光度调高一点，加上黄手震。是没有用脚架，用手也容易成功，因为它有黄手震来弥补一些。如果是太暗的话，当然是要用三脚架来支撑。它15到35 mm 还可以来切换变焦，包括角镜头改变视角也可以。还35 mm 1.8这颗镜头。拍夜景也是蛮方便的，尤其夜景人像可以锁持，因为它光圈到1.8 ，ISO 感光度再调高一点，夜间拍摄也是很容易成功。我调这个 ISO 自动，它这个曝光就很正确了，曝光很正确了 ，ISO 它会自动来调。如果感光度太高的话，再调整参数。快门还有光圈再调整一下参数，让那个 ISO 感光度自动感光度能够降低一点，这样影像会比较好一点。你要观察那个 ISO 是不是太高的话，你要调整光圈、快门参数来调整。对焦的方面就是点对焦人物，触控眼睛部分，触控就自动拍了，这样。参数还有那个 ISO 就可以很满意了。现在用这个 Big Design 的背带，觉得好用吗？这个背带，这个背带很方便啊，像这个拉长很方便啊，拉长，缩短要多长拉长都很方便啊，很好拉。要比较背的话也可以啊，背在前面也可以啊，这个很容易伸缩。很方便操作，对，很快就可以调整。今天呢，我们详细的访问了方爸爸在使用 Canon IF 系统上的各种适用的镜头的比较，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。这样不到20万下来组合系统呢，真的是非常灵活而且万用，适用于各种你想象得到的题材。如果想要听方爸爸分享更多关于器材的使用体验的话，也欢迎留言讨论哦。See you，bye。